穷，我可能帮不了你。很多人其实都有一种直觉，如果你想成为百万富翁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创业。在媒体故事里，创始人、创业者、startup，似乎所有的财富都是从创业开始。但现实世界可能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今天我们用数据来回答一个问题：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人是靠创业成为百万富翁的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弄清楚4件事情。第一，在美国有多少人参与过创业？第二，创业公司一般能活多久？第三，创业成功的概率是多少？第四，百万富翁到底来自哪些财富路径？如果把这4件事情拼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：美国有多少人创业？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的数据，美国大约有3300万家 small business， 而美国人口大约3.3亿，看起来规模确实不小。在美国有10%的人都参与过创业，我们来看看合不合理。不过企业数量不等于创业人数，因为有人拥有多个企业，有企业拥有多个 owners， 很多企业只是 side business。所以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验证。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的数据，美国 self-employed， 也就是不受雇于公司，而是自己经营业务的人群，大约占9%到10%的劳动力。所以一个合理的预计确实是在美国大约有10%的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尝试过创业或者经营企业。这个比例确实不算低。接下来的一个问题，创业公司通常能活多久？根据 SBA 的数据，如果有100家新企业，10年后就只剩下了30家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创业本身就是一件高淘汰率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粗略的推算，假设有100个成年人，大概有10%，也就是10个人会参与创业。10年后，大概30%的企业存活，也就是3家。在存活的企业中，真正能做大并积累财富的，通常只有10%到20%。换句话说，每100个人里，大约只有0.3到0.6个人通过创业能够变得非常富有，也就是每200到300个人里，大约只有1个人创业成功。确实，成功率不高。此外，很多人对创业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。我们经常看到新闻里的创业故事，融资、VC、风险投资、startup， 好像所有的创业都在拿投资，自己没钱都可以创业。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。在美国，创业资金主要来自哪里？其实第一大资金的来源是创始人自己的储蓄，占大约60%到70%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要想创业，真的需要先存钱。第二大来源是家人和朋友，占大约10%到20%，银行贷款占一小部分。而资金真正来自于天使投资或者风险投资 VC 的创业公司不到1%。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件事情，美国到底有多少百万富翁？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美国大约有18%的家庭净资产超过100万美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随机看100个家庭，其中18个家庭是百万富翁。所以，如果美国有18%的家庭是百万富翁，而创业致富的概率只有0.3%到0.6%，那么通过创业成功跻身百万富翁的比例只占大约2%到3%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疑问，因为数据和一本非常经典的书《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》其中的数据不完全一致。作者通过研究发现，大约67%的百万富翁是 self-employed， 也就是自雇者，大约33%的百万富翁其实是雇员 employee。
看起来好像大多数的百万富翁都是企业家，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别 ，self-employed 并不等于创业成功。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现金流象限。他说，富人与穷人的最大区别不是努力程度，而是你属于哪种人。他说，富人和穷人之间只有一条非常细微的界限，象限左侧的人属于员工和自雇者，为金钱工作，用时间换金钱，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。象限右侧的人属于企业家和投资人，为了自由而工作，他们让资产、系统、人脉、知识不断地替他们赚钱，因此他们不需要一辈子辛苦劳作。今天我们提到的创业成功，通常指的是成功的企业家，也就是 business owner， 而不是 self-employed。所以很多 self-employed 包括律师、医生、会计师、咨询顾问，他们的财富来源通常是高收入加长期投资，还是属于用时间换钱，而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创业公司成功成为企业家。如果我们把美国百万富翁的财富来源大致分一下类，大概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构。这张表的左侧是财富路径，中间是整个社会中有多少人走这条路，右边是在百万富翁这个群体中每个财富路径占多少的比例。我们一行一行的来看。首先是创业成功，真正通过创业变得非常富有的人其实非常的少，在全体人口中大约只有 0.3% 到 0.6%。但是因为创业一旦成功，持有企业股权，也就是 business equity， 财富往往增长得非常快，财富上限也是最高的。所以在百万富翁中，这一群人仍然占到大约 2% 到 3%。第二类是高收入自雇职业，比如医生、律师、会计师、咨询顾问。这些人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创业者，但他们往往拥有很高的收入。这类人在全体人口中大约是 5% 到 8%， 但在百万富翁中却占有 30% 到 40%。第三类是长期投资积累，也就是普通的职业收入，再加上长期的储蓄和投资，比如股票、退休账户、房地产，这其实是最常见的财富路径。在人口中大约有 60% 到 70% 的人主要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财富。在百万富翁中，这一群人同样占到 30% 到 40%。第四类是继承财富，继承财富的人口比例其实不高，大约 2% 到 3%， 在百万富翁的群体中占到 5% 到 10%。最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路径，比如企业高管、股权激励等等，大约占 10% 左右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结构总结一下，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很多人以为百万富翁主要来自于创业，但从整体的数据来看，真正通过创业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其实只占很小的一部分，更多的财富来自于高收入的职业以及长期的投资积累。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我们来简单看看高净值家庭的资产结构。在最富有的前 1% 的家庭中，企业股权是最重要的资产之一。这意味着虽然创业成功的人不多，但成功的人通常会变得非常富有。此外， SCF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，财富层级越高， business ownership 也就是企业所有权越普遍。所以企业资产在财富积累中非常重要，上限也非常高，也难怪很多人都想去创业一下。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在美国大约 10% 左右的人尝试过创业，但真正通过创业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可能只有 0.3% 到 0.6% 左右。而在所有的百万富翁群体中，真正靠创业致富的人可能只有 2% 到 3%。更多的财富来自于高收入的职业、长期投资以及长期的资产积累。很多人以为百万富翁主要来自于创业，但数据告诉我们，创业不是最常见的财富路径，但它可能是财富增长最快的路径之一。成功的创业者不多，但成功的人往往会变得非常富有。那你周围的人都想创业吗？
创业成功的多吗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